作者吕洞宾，白话解释。第1章天心。自然法则中，道无名相，只有一种本性和一种本源神。这种性命无法直接观察，只能寄托于天空和双眼。自古以来，真仙们口口相传，传授一门道，一传即得。从太上剑化开始，东华派接着传授给某人，然后南北两宗，全真派可谓是最盛行的。但是胜者胜其徒众，衰者则衰于心传，以至于今日，传授已经泛滥，轮替不停。然而，极端的情况必然会反弹，因此，净明徐祖在特别设立教外别传的指导下，接引有慧根的人。这门道听者难得一见，学者只有在一次法会中受教。每个人都要珍视徐祖所付出的心血，在社会中得到更好的应用，才能够修炼真正的悟性。作为度师，我首先要宣扬太乙精华宗的指导方针。太乙无上，单觉总假借有为之手段，以达无为之境界。这并不是一个直接超越的意思，所传的宗旨直接涉及到修炼自己的本性，不会偏离第二法门，因此它是非常精妙的。精华指的是光，那么光是什么颜色呢？以精华作为象征，密藏着一个光字，代表着太乙天然真气，只有一个性谦的人可以修炼它。回光的功夫全都是逆着法则来的，要注重想象天心，而天心居于月亮中。黄庭经说，寸田尺宅可以致生，尺宅即是面，面上的寸田，如果不是天心的话，那还有什么是呢？方寸中具有玉罗孝台之盛，玉京丹阙之奇，乃至虚至灵之神所著。儒家称之为虚中，释家称之为灵台，道家则称之为祖土，也可以叫做黄庭、玄关或先天窍。天心就像一个房子一样，光就像房子的主人，所以回光之后，身体中的气都上升了，就像圣王定都一样，手握玉帛，万国来朝一样。又比如明智的主人，仆人会自然而然地听从命令，各司其职。诸子只需回光一次，就可以获得无上妙法。光很容易动，但很难保持不动。如果能保持回光，那么这个光就凝聚成自然法身，灵魂凝聚于九霄之上。心印经中所说的末朝飞升，就是指这个过程。实践的目的就是通过纯粹的思想达到这个状态。楞严经中说，纯思想即可飞升，必然生活在天上。天不是广袤的天空，而是出现在前宫的身体，久而久之，就会在身外拥有另一个身体。精华就是金丹，是神灵变化的过程。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方法，但这种方法非常微妙，虽然没有任何差错，但需要非常聪明和平静的人才能实践。只有极其聪明和沉静的人才能实现。